逃亡第47日，追捕者12艘。那是黑洞引力超过逃逸绝值，存活概率0。挖你灵根给琉璃是你的荣幸。他灵根被毁，干我何事？恭喜宿主重生，目前解封能量1%，建议宿主自毁灵根，以便获取更高级金手指。原主身份：玄云宗无成堂长老李野。500年来金丹期未突破，我穿越到书名为《修真界所有仙君都是我的舔狗》这本书内，信息已同步。放肆！琉璃是你小师妹，灵根被毁，先挖你的灵根给琉璃再用一下，怎么了？女主是纯琉璃，有7窍玲珑心，可听别人心声。原主李野定位是悲惨对照组工具人，此次灵根争夺为原著关键事件。全宗上下只有你的灵根和琉璃最匹合，不然能让琉璃用你这等废物灵根？琉璃娇贵，猪的灵根他受不了，你不一样。李野师妹，别埋怨我。敌方战力半步元婴，我方金丹，正面对抗胜率0，叶右目2步近身，时间差0.4秒，自毁方案可行。李野，大胆逆徒，你要干什么？灵根已碎，金丹消散，任务完成。我的灵根毁了，也不给。损伤47%，能量剩余0.7%，行动能力维持。灵根检测为0，丹田检测为空，高阶金手指已激活，脱离5行限制，机械体转化启动。下一步，重建无成堂。废物，无异议评价，不构成威胁，不予处理。无成堂长老李野，目无师长，从今日起废除长老名号，禁闭无成堂100年，抄写《道德经》1000遍。镇山之礼，宗门建立以来仅触发4次，玄清子此举情绪化决策，动机纯琉璃。你在干什么？孩子，以后好好干，下一任无成堂掌门就是你。长老时间成本过高，产出比失衡，卸任正收敛。看看谁来了，这不是刚被废掉长老名号的李野师妹吗？师尊让我们来把你的院子禁锢100年，一步都出不去。这是你要抄的《道德经》，就让我看看你的愤怒、害怕、委屈吧。好，你们动作快些。木气为书，震起昆仑；水灵为引，浮成风劲。起！江之礼，水属性单灵根，符箓特性，化神期以上方可看见。笔记已完整记录。魏高峰，木属性单灵根，水木双属性，封锁强度翻倍。哦，对了，录影时自动录制。你俩之前你想干什么？800上品灵石，你1000，绝对不可能！1600，成交。1006上品灵石，等于3年长老俸禄，时间投入5分钟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我和魏高峰今晚就下山去金玉阁，去给琉璃找清心草。你慢慢在这抄经吧。清心草，原著里这东西能让纯琉璃的灵根加速恢复，要是让他们拿到，我之前自毁灵根的震慑效果就打折了。不行，今晚得把清心草抢到手。他们以为困住了我，正好今晚给他们一个惊喜。不会出什么意外吧？李野要是能从里面跑出来，我倒立吃屎。别瞎操心，晚上就下山去金玉阁给小师妹找清心草。李野算什么东西？小师妹才是咱们的宝。你说的对。走，咱们出门。去哪儿？下山。无成堂，玄清子亲自赐的名，一事无成。房屋建在坟场边上，4名弟子全是废人，上山听课还要走10里路，还不能御剑飞行。亏原主能忍这么多年，不过也好，100年不用上山，一身轻松。系统，宿主我在，有何吩咐？我的能量靠什么恢复？4名弟子的修为提升，能量同步恢复，正比关系。换弟子来得及吗？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行吧？
首席机器人数据库、剑法、符箓、阵法、炼丹、御兽5大学派全精通。灵根毁了跳脱5行，4个零基础弟子不是不能训，问题是原主签的强迫卖身契，不恨才怪。听说你灵根毁了，还活着？活着。哼，4周全是符箓和阵法，外面那2个蠢货说要关你100年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江之水符，位高峰木阵，交汇处灵气排斥3处缺口，宽度够1人通行，封锁对我无效。入夜出发，去金玉阁，抢在江之睿和魏高峰前面，把清心草拿到手。你们2个跟我走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以前是以前，第1步破阵，第2步抢草。江之礼和魏高峰以为困住我了，正好明天早上看见我站在柜台前，表情一定很好看。江之礼、魏高峰，水木双灵根，屏障厚度大层期以下无法击碎，231个符箓，101个阵法，2人配合次数少，灵力衔接必定不融洽。找到了，就是这儿。你说李野能行吗？想来是不行的。走，咱们去瞧瞧。我找到哥哥的腰，夺命的刀。你在干什么？耍流氓是吧？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江之礼和魏高峰配合太少，灵力输送不融洽，画的越多，破绽越大。这个位置就是无效区，跟上。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李野吗？这可是化神一下碰之即死的法阵啊！干嘛？没事，若居也很可爱，剩余能量1%，爆一个没问题。嘘，我去买斗篷，你们别跟来。大师兄，他不会丢下我们跑了吧？这3件不用找了。师兄，我刚才好像看见李野了。师兄，我刚才好像看见李野了。开什么玩笑？咱们亲手布置的禁锢，他拿什么突破？也是，估计我眼花了。晚上让你们知道是不是眼花。这么大，尾巴太占地方。他知道我怕被人看见耳朵和尾巴，他什么时候注意到的？兜里不到2000灵石，怎么拍？自有办法，跟我来。穿成这样也敢来我们金玉阁？这里是你这种人能来的？这里动手太显眼。我就说了进不去的。先去客栈。4周禁锢出自合体期之手，你如何进去？为师自有办法。合体期修饰化的阵，顶部有一处漏洞，符箓拼接角误差偏了半度，可以进。小宝啊，3个月了，你知道这3个月我是怎么过的吗？金玉阁阁主身高1.5，腹肌形状和传闻中的8块腹肌出入太大。你说话呀，小宝。他不是不理你，他是出故障了。谁？我借你老婆用用。小宝为什么没有拒绝你？那我让我婆婆高阶鉴宝师来了也不让。最上面那根横梁有裂痕，左上角第2根符文线画反了，符箓不通，灵力堵住。他吃醋了。吃谁的醋？你新买的白玉算盘，你摸了他56下。小宝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看别的算盘了。现在来谈交易。拍卖马上开始，
我以首席拍卖师的身份带你入场，给你安排最好的位置。还有2个弟子在对面酒楼接到我房间，好戏就要开始了。请能跟在大拍卖师身后登场，这人怕是大层级的前辈吧？这个人有点像李野。李野那种废物进得来金玉阁，你糊涂了？前辈请。金玉阁第201次拍卖会正式开始。好戏开场了。第1步抢清新草，第2步让他们一件都拍不走。今天第一件拍品，一枚6品固神丹，28000灵石，28000灵石一次，2次3万。拍品10万，11万，拍品60万，61万，拍品100万，101万。这人是谁？只接我们的东西。清新草一株，品质完美，起拍价50万上品灵石。1000万上品灵石，2000万。这位尊者，可否见上一面？有事相求。去会客厅等着吧。今天因为你，拍卖会差点出问题。你这样坏，以后小算盘再出任何问题，我免费帮你看。你这样的好人到底去哪里找啊？我看都是那2人不识抬举。雨前佃户密度高，无灵根无容量上限，来多少收多少。这是雷灵根，你不是没有？谁说没有灵根就不能引雷？走了。我这是抱到大腿了，里面那2个不长眼的，这下要有麻烦了。什么狗屁前辈！要不是为了琉璃，我能求他？等拿到清新草，我第一个翻脸。谁？刚才骂我什么？声音太小，没盖住雷声。来，再说一遍。不是合体期，我们2人联手，未必抢不到清新草。不是合体，你装什么大能？高峰，布阵！这是变异雷灵根，100年不试出的极品变异灵根。道歉。对不起，前辈，这清新草可以给，但有条件，去外面跪4个时辰，在雨里。你就是在侮辱人！对，10年前你们让一个人女子跪了3天，那天也下暴雨，今天是回礼。为了琉璃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等一下再去。前辈改主意了。师兄，为了琉璃，就牺牲一下吧。2位，请吧。场景重合度92%，天气匹配，围观人数原主那次的1/3，区别贵的人换了。李野，生辰快乐。好了，可以起身了。半株？为什么只有半株？我李富贵要是私吞了另一半，当场遭雷劈。人昨晚就走了，2位请吧。师兄，回去吧。
你不是李野，疤痕位置一样，但真正的李野沉默寡言、逆来顺受。你眼神太清明，巧舌如簧，从不吃亏。你不是他，你到底是谁？大师兄，你和李蚩尤，这下好了，他误会了。明天给你做丹药，内半株清心草，帮你消除体内另一条灵根。你从拍卖会抢清心草，是为我？你是我的徒弟。系统，我有4个弟子，怎么只看见明雪里和池瑶？3弟子人玉，体弱多病，常年卧床，宿主未曾主动见过。那老4呢？院子里好像没他的房间，被人卖进窑子了。谁这么大胆，敢对我的弟子动手？谁这么大胆，敢对我的弟子动手？是你，4弟子范玉怀因为顶嘴，红着眼喊：“有本事你把我发卖青楼去！”宿主当晚就卖了。这个事情，咱们从长计议吧。手腕快废了。今天计划先收池瑶，再知明雪里，最后就能实施我的计划。你干什么？早上好啊，池同学。从今天开始，给你制定严格的训练计划。你自己都是没灵根的废人了，掐我一个废物，能训练什么？像我这种半妖，人族和辽族的法术都练不了，根本就没有我能修炼的功法。谁说你是废物了？哎，你可是我弟子。你还玩？想都别想！唉，我看你也不行啊。谁说我不行？男人永远不可能说不行。年轻人啊。什么事？想麻烦你上山一趟，去宗门藏书阁找一本叫《秋夕》的剑谱。找那个干什么？我要专门给你创剑谱，只属于你的剑谱。为什么你不去？我不方便出这个院子，好徒弟快去啦！别乱涂瓜子皮，昨天刚扫过。放心，保证不乱涂。徒弟都已被支开，接下来检查丹炉状态和辅料库存，准备炼丹。丹炉本体结构完整，火口未损，清理锈迹后可正常使用。启动机械体。丹炉清理完成，下一步辅料库存盘点。辅料为0，红羽鸟。明雪里从明家带出的唯一活物，体内应残留明家灵水温养。鸟血可替代猪果，鸟骨可代替龙骨粉。辅料问题及时解决。你要干什么？吃炸鸟肉。这是大师兄从明家带回来的唯一活物，他亲手喂大的。你要是炖了他，那就更应该杀了。那，你听，没心跳了。嘎了？鸟呢？雪里啊，咱们家终于可以开荤了。这鸟的毛真难拔。李野，大师兄晕过去了。
明月里昏厥庆阴，手腕经脉震碎失血，加上红鸟精神打击，两项叠加。池瑶，把他扶进房间。把他扶到床上。你回房吧，我在这守着。好吧。杀了他，那是阿娘留给我唯一的念想。我要杀了你，我要用你的命给他赔葬。我的灵根通了，那块如顽石般堵了我10年的废灵根不见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对，这股游走的灵力是明家失传的极致之兵，可是这早在我母亲死的那年就断绝了。等等，那只鸟，它根本不是宠物，它是活着的药剂。你故意当着我的面炖了它，是用它的血肉化开我那条多余的废灵根。你早就看穿了这一切。它的肉身承载已经到极限了，最多再活3天。我不过是去除了它的躯壳，让它的价值最大化。它长期处于绝望与被贬低状态，推导温和解释，无法打破其心理防御壁垒，采用极端刺激方案，效率与效果双重最大化。感谢师尊再造之恩。恭喜宿主，大徒弟忠诚度飙升至满值150，机械体多项底层权限已解锁。师兄，我们进不去吧？哼，我有魏师叔给的解禁符，咱们几个能灭了无城堂吗？整个无城堂没一个有灵根的，我们怕啥？结！明学礼，你这个缩头乌龟，给我滚出来！屋内的废物听着，琉璃小师叔即将拜入一位神秘顶级雷系大能门下，需要清空你们这破院子来存放拜师礼。你们几个废物，立刻收拾东西，滚出玄云宗！明海逼你胡说八道！无城堂是老宗主亲设，就算再破，也是宗门正规堂口，你们有什么资格赶我们自走？哈哈哈哈！琉璃小师叔的天赋就是资格，他天生七窍玲珑心，岂是你们这群垃圾能比的？明显里经脉重塑后急需实战数据录入，以校准经脉承载度。结论：驳回和平交涉，授权进行物理清除。答：留一口气就行。用一根破树枝。明学礼，我看你是疯了！你那手腕刚被我废了，今天我就把你另一条胳膊也卸下来！我的护体真气，你不是不能修炼吗？这不可能！你这个怪物！你别得意的太早。琉璃小师叔此刻就准备去金玉阁拜师，到时候只需动动手指就能把你们这些臭鱼烂虾劈成焦炭。金玉阁雷系大能，我的隐藏马甲身份得立刻前往金玉阁，实施精准拦截与降维打击。回去告诉你的师尊，金玉阁的雷符处他一张都拿不到，就算拿到了，那也是要他命的催命符。薛礼、池瑶，跟我下山。放肆！明学礼，你竟敢用邪魔万道修为重伤执法堂内门弟子李野！你一堂之主，不仅不配合挖取灵根，还纵容弟子行凶。本座今日便代表宗主，将你这颗毒瘤彻底抹杀。大长老，明明是明海滨大人要强占我们的院子，你们执法堂不问青红皂白，这算哪门子铁律？本座的话就是铁律，无城堂皆是孽障，消失吧。敌方单位为合体期修士，其灵力瞬时输出已超出目前他2人肉身承载极限，立即终止冷兵器作战逻辑，直接动用储存能力武器进行跨量级火力覆盖。死到临头，竟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了，拿个黑漆漆铁柜子当挡箭牌，简直滑天下之大稽！给本座消失吧！
这到底是什么鬼动啊！什么合体期？真理面前全是小菜鸡。外面动静这么大，这老三咋一点反应都没有？我勒个去！该不会在屋里凉透了，没人发现吧？还是先看看老三再去金玉楼。师傅担心，你来看看，一见面就送这种大礼。人机对外称生活不能自理，实际具备致命反击能力，伪装程度判定高。你放开小白，有什么冲我来？师傅伤心啊。刚见面就要暗算师傅，你到底是谁？还能是谁？你师傅？你不是他，你是急着来看我咽气。切！呸！瞎说什么？罢了，我体内至少7种毒，已进入肺腑。我下山处理点事情。回来再处理你的毒。我就知道，姐，咱走一次正门能怎么的？走屋顶快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今天一早。有2个玄云宗的人来金玉阁，一个少女，一个男修。少女点名要见你，说你一定会求着她当你徒弟，还让我把瑕疵品仓库里的毛笔和铃铛作为见面礼送给她。然后你怎么说的？我说已经被大能取走了，那少女脸上的笑当场就僵了。从现在起，你出门多带2个人，金玉阁护卫翻1倍。姐，你跟我来。走。姐，除了灵石，我觉得你还需要这个。风云谷内部全图，标注详细程度远超原著纯琉璃手中那份。你要什么回报？不要回报！姐，你帮我修复法宝，还当了鉴宝师，金玉阁生意比以前翻了3倍。我李富贵虽然贪财，但知恩图报4个字还是懂的。我留着没用，不如给你。那你再帮我捏造一个能进风云谷的身份。风云谷，那不是玄云宗的秘境吗？还需要其他身份？长老不能进，我2个弟子要参加。进了谷里跟羊入狼群没区别，我得用其他身份跟进去。放心，风云谷每次都要外聘修士做安保，1周内给你办妥。谢了。这是上次拍卖的分成，10万上品灵石。走了。姐，你什么时候再来？风云谷之后，来，开个短会。老四对我是什么印象？不思进取，一事无成，不学无术，道德败坏，虚情假意，爱慕虚荣。停，清楚了。再问一句，我和老四修复感情的可能性有多大？5。你都把他卖进花坊了，你说呢？那下一话题，给咱们未来的宗门起名。大弟子，你先来。血阵宗。你敢说这个名字里没塞私货？狐狸宗，以后咱们就叫狐狸宗。
天命宗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，这天命算什么？就让我做这天下苍生真正的天命。名字起太大了吧？不怕以后风波多？随后再议。我先去把老四赎回来。天命宗能打赢天命？醉仙楼，桃花镇最大风月场所，占地面积3000平，原主将四弟子发卖地，当前任务全须全委赎回目标，不容有失。哎呦，这位仙子，咱们醉仙楼可是寻欢作乐的地儿，您一个正经女修跑这儿来，是想挂牌接客，还是来抓偷腥的盗履啊？要是找人，咱们这儿的打探费可不便宜。5万上品灵石，买范玉怀的卖身契。一炷香内，我要见到他人，多1秒，我拆你1层楼。哎呦喂，贵客，您真是大手笔！玉怀现在可是咱们的摇钱树，脾气烈得很。不过既然您出得起这价，规矩自然得为您让路。他这会儿正在天字号房陪赵家大少爷呢，我这就带您去。装什么清高？进了窑子还立牌坊？老子花了1000灵石包你，让你喝你就得喝，再不张嘴，老子砸了你这破琴，把你这张脸给划花了，看你以后还怎么勾引人！目标范玉怀，生命体征稳定，情绪临界点99%，处于自毁边缘。施暴者炼气大圆满，灵力虚浮，战力评估垃圾，无需动用高阶武器。怎么？无道师尊，当初10块下品灵石把我卖进来，嫌赚的少，现在看我混成了头牌，又想把我倒卖给哪家双修老怪？你是不是觉得我被别人玩惨了，你还能再榨干我最后一滴血？警告：四弟子范玉怀恨意值满格，精神频段极度紊乱，当前状态极度危险。拿着我的卖身契，是不是觉得又可以随意践踏我了？李野，我宁愿在这里做个戏子被恶心死，也绝不会不回你的狗屁无城旁。契约毁了，你自由了。想继续在这里当戏子，还是跟我回去做天命宗的4弟子，自己选。你又在耍什么把戏？你这种自私自利的废物，会舍得花钱赎我？你为了保持头牌的容貌，强行修炼媚术，经脉逆行，每晚子时丹田如针扎，最多3年，你就会修为尽废，全身溃烂而死。跟我回去，我能治，也能让你把今天灌你酒的人永远踩在脚下。去哪儿？不是要回吴城堂吗？还不走？老四，你居然还活着！蠢狗都没死，我怎么舍得死？你说谁是狗？我是高贵的九尾狐后羿。回来了就好，院子西侧的屋子一直空着。既然人齐了，说正事。5天后，玄云宗风云谷秘境开启。石鳌、范玉怀，你们2个跟我去报名。风云谷那里面全都是内门精英和魔兽，我们连练气都没稳固，进去送死吗？有我在，天塌下来也能给你们顶回去。准备特训。我就说了半妖画不了高级符箓，这已经是第99次炸符了。我就是个废物，去风云谷也是送死。视网膜微秒级捕捉完毕，目标手腕肌肉存在高频微颤，误差值0.3毫米。诊断结果：半腰血脉冲突导致神经传导延迟。解决方案：强制物理校准。你给我手上套的什么破铜烂铁？闭嘴！凝神，握笔，感受这套辅助器对你肌肉的锁定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竟然真的一次性画出了5品暴雷符！半腰血脉导致了神经传导延迟0.02秒，从而引发手腕每秒3次的微颤，这叫未校准的物理误差。这只手套能强制纠正你的作图轨迹。此时快到了，你想看我被媚术反噬，疼得满地打滚的狼狈样子，就滚去前排看，或者直接给我个痛快。
目标经脉逆行频率为300赫兹，真气互斥形成死结，开始构建反向干涉声波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的经脉竟然全通了，那种万针穿心的剧痛不见了。声波频率干涉而已，你之前练的媚术不用废掉重修。从今天最致命的数据科高频声波武器，以后谁敢再让你不痛快，你就用这把琴震碎他的灵海。把媚术变成声波武器，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魔之人。D 检测到持奥，范玉怀服从度突破临截止，恭喜宿主，机体能量恢复至7%。谁说你们是废物了？在我的数据库里，只有未校准的残次品，没有教不好的机体。师尊不必费心了，气度攻心，我这具残躯早就到极限了。您当年逼我练的纯阳功法，就像在点火，连小白都没了力气。您就当没我这个徒弟，让我图个清静吧，别折腾我了。毒素网络图谱建立。你又想干什么？直接了结我！闭嘴，忍着。我现在用五行逆转帮你重塑经脉，引导毒素归位。你是在浪费你万中无一的顶级天赋。阎王敢从我的数据库里抢人，也得问问我答应不答应。这不是绝症，经脉里的火毒被同化了，这是属于我的力量。老三，你能下床了？你身上这股气息比那帮内门精英还吓人。你不仅修好了他，还解开了他的封印。姐，风云谷外聘散修的身份牌办妥了，化名夜野，托了黑市最硬的关系搞的连号真牌子，东西方镇口老树下了。收到，干得不错，敬你一功。收拾东西，明天一早去风云谷。玄云宗这帮井底之蛙叫嚣的太久了，是时候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降维打击。都给我打起精神，谁敢在秘境里丢了脸，回来我亲自把他拆了重装。风云谷秘境危险重重，尔等切记同门互助。琉璃，你天道气运加身，乃是我玄云宗百年难遇的天才。此次谷中历练，你定能斩获绝佳机缘，拔得头筹。其他人务必全力护他周全。多谢师尊厚爱，琉璃定不负众望。琉璃也会尽绵薄之力与大家共进退。看，吴成堂的那几个废人还真敢来，一个病秧子，一个狐狸精，还有个风月场里出来的戏子。没有李野那个废物护着，他们怕不是进去给高阶妖兽送口粮的。装什么冷傲孤高？不管你们表面装有多深沉，在我的七窍玲珑心面前，所有底牌都一览无余。4个连灵力都没有的废物，让我听听你们心底此刻到底在怎样绝望的发抖求救。哼，想探我的底，师尊给的音频网正好缺个活靶子。高频簇声波屏障构建，反弹还给琉璃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有魔修在暗处偷袭？没什么，只是突然头晕，没生长。怎么可能？我的金金身竟然像撞上了一堵带刺的铁墙，被挡回来了。那到底是什么怪物级别的防御？他们4个废物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游戏还未开始，都吃了逼，敢在我的眼皮底下动我的徒弟，猎杀时刻开始了。开始进谷。猎物已入场，地形深度扫描完毕，乱石滩、闭塞地形、岩壁角度完美，极其适合声波无死角回弹与毒素高浓度滞留。目标反派灵力虚浮，不具备高位威胁。开始录入1期特训实战数据。徒弟们，别让我失望，把平时练的都拿出来。明眼里，你们还真敢进谷送死！我还以为你们会躲在李野那个废物的身后不出来。这乱石滩妖兽横行，就算今天把你们这几个宰了，宗门也只会以为你们是死于妖兽之腹。今天我就替师尊清理门户。清理门户？就凭你们这几个连音律和赫兹都不懂的蠢货，
杀你们，连一首完整的曲子都用不上，半个音符就足够震碎你们的经脉。我的头，我的丹田灵力怎么不受控制了？这心声有古怪，我的5脏6腑好像被震炸开了。好什么呀？刚刚不是挺能叫唤的吗？小爷我刚画的绝对稳定版爆破符，沾血即爆，这滋味不错吧？都给我乖乖待在原地享受。各位师兄，呼吸不要这么急促，这天荒毒瘴吸得越多，五脏溃烂的越快。不过放心，走得很安静的。你们这群怪物，这根本不是吴成堂的功法！别过来，我可是那门精英，你们敢动我？师尊说打架要留一口气，我刚才仔细数过了，他们现在的脉搏加上呼吸凑一凑，每个人刚好还剩半口气，绝对不算违规。咱们这叫完美控分。实战评级 A， 战术配合度 B+， 技能熟练符合预期模型。至于装腔作势 S 级。很好，实战数据收集完毕，准许进入下一阶段猎杀。琉璃，这里的雷霆之力太狂暴了，我的护体剑气都快被撕碎了，连我都快撑不住了。你确定机缘就在这风暴眼中心吗？再往前一步，恐有性命之忧。绝不会错，我的气运指引我来到这里。这上古雷霆星河就是天道特意为我准备的至宝，只要炼化它，我就能直接突破元婴期，把明溪里那些废物永远踩在脚下。师兄，你再替我挡石溪，我去取。天道特意准备的，这算盘打得我在外围都听见了。抢我徒弟的东西来垫脚，问过我了吗？你疯了！这是上古狂雷，没有法宝护体直接上手，一会儿会被湮灭的！快给我住手！模式切换，纯雷电吸收，目标能量源上古雷霆星河，底层逻辑已接管，无灵根羁绊，无容量上限，过载保护彻底解除。有多少，给我吞多少！警告：能量溢出，检测的超高频雷霆源输入。恭喜宿主成功吸收核心能源，当前机体能量条暴涨至15%。武器库部分权限已解封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是天选之子，是天道宠儿，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把我的机缘还给我，那是属于我的！真理和数据面前，你那虚伪的天道也得给我靠边站。想要机缘，自己去捡地上的渣吧。长老，是他们勾结那个戴面具的三修，强行抢了天道赐给我的机缘，请长老帮我夺回来！今日就算是师伯不发话，我也要替天行道，谁也保不住你们的性命！一群无可救药的孽禳，竟敢暗算同门，强夺琉璃丫头的逆天气运，本座今日就将你们当场废去修为，打入地牢，以正我宗门规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机缘本是无主之物，凭什么他没拿到就是我们抢的？吴成堂弟子听令，今日退无可退，死战到底！你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单手就能接下本座的成名杀招？你区一个外聘的散修，怎么可能有这等恐怖的实力？检测到合体期致命威胁，启动合体期，听起来很唬人，可惜在绝对的跨维度火力覆盖面前，你们连一串有价值的代码都算不。走，离开这儿。系统，快用读心术帮我扫视那块雷霆粉末的能量频率啊！警告：宿主
读心术权限仅对拥有精神波动的生物有效。废物外挂，难道我要空手离开风云谷？绝不可能！师兄，我的脚扭了，那堆雷霆粉末是我最后的希望了。琉璃别跑，就算是拼了这条命，师兄也会把机缘给你拿过来。大师兄，你对我真好，如果不是你一直护着我，我可能早就死在这秘境里了。那个戴面具的散修魔头太恐怖了，你先歇着，我这就去取。为了琉璃，哪怕这残存的雷定之力会震碎我的经脉，我也在所不惜。那就把你的修为和命给我吧，蠢货！只会拖后腿的废物！要不是为了多吸点气运，谁有空天天对你嘘寒问暖？全景超清录制完成。宿主目标的行为逻辑与他平日表现出的白莲花人设存在极度违和感。平日里连踩死只蚂蚁都要掉2滴眼泪的师妹，背地里却对最爱自己的大师兄下死手。有了这个超清实况录像，纯琉璃的伪善面具就算是焊死在脸上，我也能给他硬生生扒下来。好戏看完了，该去看看我那几个徒弟刷分刷的怎么样了。明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明雪里怎么会如此恐怖？连你的护体罡气都能瞬间用碎。我们还是赶紧出谷吧。出谷！我堂堂内门精英，被一个连灵都没有的废物打成这样，出谷岂不是要沦为全族的笑柄？明雪里，你凭什么还能站起来？还有那个半妖，竟然敢用那种看蝼蚁的眼神看我！听好了，现在再去召集内门精英。他们4个现在肯定在谷内猎杀妖兽，那个半妖体力最弱，我们去必经之路上设下绝阵，一定要让他们永远留在风云谷。二师兄，你到底是符修还是印坊？扔了上百张雷火符，也不怕灵气抽干倒地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半妖的摇丹就是个灵力熔炉，我现在闭着眼睛都能一瞬10丈。二师兄的火覆盖确实好用，不过前面的峡谷出口地势收拢是设伏的绝佳地点，如果有人想算计我们，那里是唯一的机会。有人来了，来者不善，且毫无遮掩。明雪里，你们赚分赚得很爽是吧？现在绝阵已成，你们插翅难逃了。赤瑶，交给你了。你们设伏之前都不打听一下对手的火力储备吗？在小爷的绝对火力面前，全都给我变成烤家雀！爆！我不可能输给你们这群残渣！玄云血祭上！这家伙嗑药了，老四退后，我再赏他200张。二师兄，省点复制吧，我来对付他。处于嗑药后亢奋状态，心率极快，灵力运行轨迹紊乱，高频次声波与他的心室频率性形成绝对共振。啊！我的经脉为什么在逆流？你弹的什么妖曲？这叫物理学共振，连音律都不懂，也配学别人设伏？天荒毒瘴顺着次声波的涟漪扩散，正好。老四，你的声波控制得很完美，那么该我加点佐料了。我的灵力，
我的修为在融化，你们这群魔鬼，快给我解药！解药？你设杀阵的时候想过给别人留退路吗？机会给过一次了，自己不珍惜。干得漂亮，小崽子们！这套极具科幻元素的修仙打法，算是把传统的飞剑法术彻底降维碾压了。师尊，我们这波赚大发了！这帮人身上的储物袋比妖兽还肥。收拾战利品，准备出谷。真正的硬仗在谷外等着我。我没看错吧？排番榜前4名是吴成堂的4个废物，他们的积分加起来比我们全宗剩下的所有人还要多，这怎么可能？这绝对是仿真出故障了！哎呀，这风云谷的试炼也太没有挑战性了。下次宗门能不能放点皮糙肉厚的高阶刀进去？我刚画的几百张符箓都没地儿扔，实在扫兴。如果不是你非要用符箓去炸那些低阶妖兽，我们还能多采几株极品灵草。师尊救我！大师兄快不行了！琉璃，你怎么伤成这样？幽木呢？谷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？师尊，是吴成堂的人，他们在谷内勾结隐藏的魔修，不仅残害同门，抢夺我的机缘，还厮手打晕了大师兄。什么？勾结魔修，暗算大师兄，简直丧心病狂！师尊，我亲眼看到他们夺走了雷霆星河，我拼死才逃出来给您报信。他们的积分全都是用同门的鲜血换来的，你一定要为大师兄做主啊！贼喊捉贼！住口！你们这群养不熟的白眼狼，本座早就看出你们天生反骨，难怪能拿着高的积分，原来入了魔道。法堂何在？不问青红皂白，只凭他几滴眼泪就定我们的死罪，还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负隅顽抗！今日就算你们的废物师傅在场，也保不住你们的命！给本座拿下！哦，是吗？吴师姐，原来你就是那个走上歧途的魔修。哼，一口一个走入歧途，暗算同门，纯琉璃。你编剧本的想象力，不去凡间茶馆里说书，真是屈才了。系统开启3D 全息投影模式，我要让这朵白花脸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清晰可见。你们不是要证据吗？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到底是谁在暗算同门，又是谁在贼喊捉贼？师兄，那块雷髓是救我道心的唯一希望了。琉璃别怕，师兄这就去取。那就拿你的修为和气运给我吧。假的，那是魔修制造的花样。师尊，你不要信，那是武师姐为了陷害我故意伪造的。谢文登，昏迷前感受到的阴毒气息，真的是你！琉璃，我连命都可以给你，你为什么要从背后对我下死手？怎么样？超凶无死角记录，这脸打得响不响？妖术，这绝对是乱我宗门人心的妖术！李野，你这个欺师灭祖的叛徒，不仅嫉妒琉璃，还敢用这种下作的手段伪造刘颖。今日本座就亲自清理门户，将你和这妖气一同碾碎。当心，他狗急跳墙，要杀人灭口。检测到高能灵力物理打击，切换至战斗模式，调取机体核心动等能，电刺刺防御米战展开。让我教教这老不死什么绝对防御。清理门户，就凭你这软绵绵的巴掌也配？你连灵根都没有，丹田已废，
怎么可能挡得住本座的全力一击？你到底修炼了什么邪术？邪术？不，这叫科学。玄清子，你真以为我愿意在你这个烂宗门待？500年来，我给你们当牛做马，换来的却是挖丹之辱和肆意践踏。你们不是想捧着那朵恶毒的白莲花吗？那就祝你们在这烂泥塘里长相厮守。今天是我李野正式炒了你们整座玄云宗的油片儿。徒弟们，从这一秒开始，我们与玄云宗再无半点瓜葛。今日起，我自立门户，更名为天命宗。我命由我，就是天命。这破地方，小爷我早就待够了。走，咱们回家建自己的地盘去。师尊，咱们算是净身出户，这里连一丝灵气都没有。咱们天命宗开宗第1天，难道要先学会怎么挖坑自己躺进去吗？这里的环境确实极其恶劣，没有灵脉支撑，护宗大阵根本无法运转，随便来几个高阶散修就能把我们这里夷为平地。如果玄云宗此时派人来袭，我们连防守的依托都没有，退守此地绝非长久之计。师尊，您就算想锻炼我们，也得讲究点基本方法吧。这破地方，连个最低级的聚灵阵都布不出来。你要是缺钱买山头，我大可以去夺。夺什么夺？咱们可是正规宗门，没有灵脉，没有阵法节点，那是因为你们的认知还停留在旧时代。系统调取堡垒级全自动防御系统建筑蓝图，转化为全息投影模式。蓝图已就绪。这什么阵法图？为什么没有5行8卦的阵眼？这些发光的线条到底是什么回路？这根本不符合奇门遁甲的规律。老四，你记住，修真界的阵法靠的是灵气流转，而我的阵法靠的是逻辑与算力。你看这些最层的符号，只有0和1，这怎么可能构建出如此庞大阵法世界？怎么不可能？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4象，灵就是阴，不需要脉我也，只要有足够的能量源，回路就能生生不息。我懂了，阴阳爻体，万物皆可为阵。这种降维的不准的方式，简直是神迹！师尊，只要给我材料，我能把它造成让玄云宗绝望的铁桶。可是老四，这图纸上需要的极品原铁和高阶灵石，就算把我卖了都买不起啊！钱的事儿不用你们操心，宗主我下山一趟，保证让天命宗的资金库爆满。你们就留在山上，给我把地基挖好。李姐，您终于回来了。李姐，你这是？我的身份在玄云宗暴露了，需要换个马甲，现在叫我春衣。好，李姐，您的鉴宝和修复能力我已经帮你传开了，现在外面预约您的鉴宝和修复名额都炒到10万上品灵石一位了。机操物六，今天有什么大鱼上钩吗？小鱼小虾就别往我面前领了。而且还是玄云宗可太大了，他在风云被暗算，连玄云宗法宝乾坤镇魔印都受损了。玄清子派带了指名道姓要您出手修复。哦，叶佑木，他带了多少钱？5000万上品灵人，外加10座极品绝矿的开泉。李姐，这可是一波把玄云宗掏空的大买卖啊！让他滚进来，送上门的肥羊不宰白不砍。玄云宗叶幽木，拜见大师，恳请大师大发慈悲，救我宗门重宝。玄云宗就是那个连自家功臣长老都逼走的宗门，你们的镇宗法坏了，怎么不去找你们的天骄女修啊？大师明鉴，纯琉璃心术不正，已遭反噬。这镇魔印乃我宗镇压叛徒李野的最后底牌，只要大师肯出手，多少钱都行。花5000万灵石求我修好武器，然后再拿来打我自己。叶幽木啊叶幽木，你这智商是怎么活到现在的？这钱我就笑纳了。钱留下，东西我修。不过既然是顶级法宝，修复过程免不了要重新梳理灵力回路。系统在镇魔印的核心阵列中植入自毁后门程序，设定引爆指令。后门程序植入完毕，修好了，拿去镇压你们那个叛徒吧。记住，威力可能比以前更猛烈哦。多谢大师再造之恩，玄云宗上下没齿难忘。好一个春衣大师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有了这尊大印，我看那天命宗还能蹦跶几天。宗主英明，
咱们前几日刚下发了资源封锁令，整个修真界的商会都不敢卖给李爷1粒米1罐铁。那几个废物现在躲在荒山啃树皮呢。饿死他们太便宜了，本座要看着他们走投无路，跪在玄云宗山门外磕头求饶。传了下去，继续加紧封锁，连一只苍蝇不准飞进乱葬岗。我的老天爷，师尊，您这是去打劫了哪家的宝库？这么多极品灵石，我拿来当板砖扔都扔不完啊！完美的材料。淡定淡定，这才哪到哪儿，基本操作而已。李姐，这批货您还满意吗？玄青子那老王蛋蛋还自以为封了全天下，他做梦也想不到，我们金玉阁背地里早就把物资给您运进去了。满意，非常满意。玄青子出的那5000万修复费，转头就变成了我们天命宗的地基。用仇人的钱建自己的堡垒，这世上还有比这更划算的买卖吗？玄云宗现在恐怕还在大殿里庆祝我们被饿死。如果他们知道，他们尹威傲的镇魔印里被做了手脚，玄青子恐怕会当场吐血而亡吧。徒弟们，既然玄云宗这么慷慨舍囊，咱们不能辜负了人家的好意，给我敞开了用！3天之内，我要看到阵法完工，把这乱葬岗给我砸出个修界第一堡垒的牌面来！收到。师尊，防御堡垒阵法已不晚，但我反复推演，如果数万修士搞人海战术强耗，我们的被动防守迟早会被磨穿。我们可以反防为攻。我的天荒毒体从36种剧毒被炼成毒障，我就能让荒山外围变成生化死地。绝了！阵法反震叠加毒mạng渗透，物理与生化双管齐下，只要敌人敢用灵力试探大阵，隐形毒气就是顺着灵力编动，瞬间倒灌进他们的奇经八脉。完美的战术闭环，在我的地盘上一味挨打可不行。我们要做的不是乌龟壳，而是浑身带毒的钢铁刺猬。师兄，宗主下死命令让咱们来探查那几个废物的死活。可这乱葬岗阴森森的，连个鬼影都没有，8成早就饿死在坑里了吧？少废话！宗门的顶级封锁令下，上回连根草都没卖给他们，赶紧过去确认尸体，回去就能交差了。师兄快看，半山腰竟然有一层亮光幕，这荒山野岭的，他们哪来的钱和材料布护宗大阵？慌什么？几个穷鬼能布什么高阶阵法？估计是黑市买的劣质品充门面，看我一剑破了这纸糊的破盾！这怎么可能？我的9阶护体当期竟然直接融化了！光幕里藏着剧毒，我的灵力在疯狂溃散！救命！脸好痛！这到底是什么鬼阵法？毫无施法征兆，怎么会有这么霸道的毒障？快逃！再晚半步，咱们就要化成血水了！警告！高危警告！宿主当前万人迷人设崩塌，核心男爱一直断崖式宝跌，系统剩余积分已枯竭。不，怎么是2个蠢货？以前我掉的眼泪，他们连命都能给，现在为何对我避而不见？我是天命之女，我还有底牌没出。琉璃师妹，怎么哭得如此伤心？四师兄不过去游历了一段时日，你怎么憔悴成这样？谁欺负你了？告诉师兄，我这就去毒哑他！四师兄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吴师姐不但勾结外人毁我名声，还叛出宗门自立门户，现在全宗都在看我的笑话。师兄，琉璃快不下去了！岂有此理！李野那个废柴也敢如此欺辱你！师妹别怕，师兄游历时偶得一卷上古丹方，我这便以玄云宗名义广发请帖，办一场万众瞩目的赏丹大会。我要用这极品丹药为你当众洗牌，重塑威望，顺便给天命宗也发份请帖，让全天下看看，在真正的丹道大师面前，那破烂天命宗连给我们提鞋都不配。玄云宗送来了赏丹大会的请帖，菊竹怀刚回宗门，就迫不及待想踩着天命宗的脸面，给纯琉璃招上洗白。赏丹大会，
看来纯琉璃的吸血外挂快透支停机了，急着搬出最后的提款机续命呢。老四的阵法咱们检验过了，现在也该检验老三的毒体药理了。40术的丹道一直停留在闭门降车的阶段，他若安分守己也就罢了，既然上赶着把脸凑接下来讨打，那身为晚辈，我自然要教教他什么才是真正的毒丹。诸位道友，本座这枚玄心六转丹，耗费49天，以极品地火淬炼，能洗涤心魔。琉璃师妹冰清玉洁，却遭天命宗诬陷。今日这枚灵丹，便是她纯洁心性的最好证明。冰清玉洁，用发霉的药材配上漏风的火候，炼出一颗杂质高达30%的废丹，也敢大言不惭叫玄心六转。居竹怀，你这炼丹的眼界，真是连药王谷外门烧火的童子都不如。放肆！你这病秧子也敢顿作指手画脚？若有真本事，就当着全天下的面开炉炼丹。你确定想当众颜面灭地？大言不惭！不过玄云宗的丹炉你不配用，我倒要看看你空手怎么炼。谁信你们的破铜烂铁？老三，接好了，小爷的极品火种符，今天敞开了给你当柴烧。光佑火种讲究火候，我来助你。聚灵控火阵起。谢了，既然不用破炉子，我就以天地为炉。极尽皆是生机，各位看好了，什么叫真正的毫无价值？宁！这怎么可？没有高阶丹炉，竟能强行提炼，这是完美无瑕的极品7阶灵丹，绝不可能！没什么不可能。居竹怀，你以为靠垄断设备就能卡住我们的脖子？这场洗白大会，我就当成天命宗招生宣传大典笑纳了。李姐，李姐，咱们的地下商道现在彻底转到明面上了。从赏丹大会那一战后，天命宗的名号直接碾压了药王谷。这几天，周边商户抢着给我们送零食。商道转名，必然会动某些人的蛋糕。玄云宗现在自顾不暇，但纯琉璃绝不会眼睁睁看着我们做大。这批运往北京的顶级灵矿，就是最好的诱饵。师尊的意思是，有人会在这批物资上做言章。既然是诱饵，那就由我和池瑶去押送。我的天命剑法终究缺少实战。很好，这次押送特训的试金石。告诉池瑶，符箓敞开了用，宗门报销。遇到结痂的，一个活口都不用留。李爷，你抢我的风头，断我的生路，我绝会让你好过。只要毁了你的物资，天命宗的信誉就会彻底破产。王哥哥，你之前说愿意为我做任何事，是真的吗？如今天命宗仗势欺人，垄断了商道，琉璃连修炼的资源都被他们端了，我真的好害怕。琉璃妹妹别哭，厉野那个毒妇欺人太甚，不就是一条商道吗？我王家豢养的高阶杀手今夜就出动，把物资全部劫来送给你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还以为天命宗派了什么3头6的怪物来压标，闹了半天，原来是一个被家族扫地出门的残废，加一个血脉低贱的半赞半妖。老大，直接两拿着梅蜜断奶人头回去。纯长老和王公子那边可是重重有赏。残废，看来外界的情报网更新的实在太慢了。老二，这群人的站位简直是活靶子，你先用火力清场，剩下的残局我来收割。正合我意。孙子们，今天就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绝对火力覆盖。不好，全都是高阶爆破符，他只是个没用的半妖，哪里来的灵力催动那么多符箓？快散开！晚了，
妖力作泵，雷火为引，给我爆！这不是斗法，这是毫无底线的屠杀！快撤退！既然来了，还想走？天命剑法第一式，唯快不破。好快的！下辈子接单之前，记得擦亮你们的狗眼。这雾气不对劲，大师兄，这雾气不对劲，里面没有丝毫灵气波动，但有脚步声，根本不像是人类。这不是刚才那批黑衣人的残党，小心，屋里有东西出来了。屏住呼吸，这雾气可能会干扰神智。终于找到了，小帅哥，你这狐妖身体简直就是神赐的研究标本。你们这群魔物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拘妖所，你们的目标是我。眼光不错，我们对那些破铜烂铁的物资不感兴趣，我们深渊组织只回收有价值的猎物。小的们，别伤了他的内丹，给我活捉他！这些魔物被邪术淬炼过，天命剑法很难斩断他们的核心。老二，拉开距离！不要慌，我已经接入了战场画面，听我指挥。他们并非没有弱点。明野里攻击虎头魔物的颈椎第3节节点，石瑶换冰冻符冻结他们的能量输送管。今天师尊教你们收拾这群恶心的魔物。这些怪物砍不死，爆破符连皮都炸不破，还没痛觉。深渊到底是什么鬼组织？我这血脉难道是唐僧肉吗？别硬拼，注意走位。别挣扎了，交出这只九尾狐半妖，让你们死个痛快。想要我的命，看你们哑口够不够硬。大师兄，我用雷火符封路，你找机会突围，别管我。闭嘴，这不是无敌邪术，是最粗劣的生物拼接，只要是拼接就有缝隙。师尊，紫雾隔绝神识，传音玉卷都失效了，您怎么传音的？听好，他们缝合节点极弱，明雪里11点方向虎头怪，第3节颈椎与锁骨鳞之处有灵力断层，攻击那儿。明白。怎么可能？你一个残废，剑气怎会如此精准？快退，别让他碰到缝合线！完了！给大爷动！这家伙还不错。还没完！给我爆！不，首领的杰作，你们怎么可能看穿破绽？撤退！干得漂亮，割一块残骸回来。深渊狩猎高阶半妖，图谋不小。明白。一路小心。放心吧。落魂谷的物资全部带回，伏击的人全部清理。中途遭遇深渊袭击，不是路过，是冲着人来的。对方的目标明确，是持瑶。深渊追到落魂谷伏击，他们的手段你们感觉怎么样？改造兵用的拼凑术，手法不是临时学的，有固定模式。改造半妖的拼凑术有固定模式，说明深渊那边的技术已经成型了。他们追到落魂谷伏击，不是临时起意，
是提前布局的。玄云宗那边最近有消息吗？李姐，玄云宗那边有动静了。他宣称你勾结深渊，背叛师门。他带上了乾坤镇魔印，说是要一举镇压天命宗。乾坤镇魔印据说被春衣大师修复过，威能更胜从前。他拿着本命重宝来打我们，我们要不要提前布防？他来就不用回去了啊！他们还不知道我就是春衣，我在里面留了东西，其实修好的是我给他的回礼。那我们要不要提前布防？主动送上门来让我收的，需要防吗？师尊，玄云宗的人到了，山门外3里，列阵完毕。到了就到了，你急什么？乾坤镇魔印在广场上能感觉到，灵力覆盖范围正在扩大，整个山顶的气流都被压住了，被动挨打，拖越久越亏。你急也没用，他不动，那就是还没到动的时候。人家大老远来的，总得让人家先把架势摆完，不然显得我们天命宗不懂待客之道。看师尊这淡定的反应，感觉玄清子不是来打宗门的。那他来干什么？来送死。李野，本座今日携镇魔印前来，若负隅顽抗，天命宗上下灰飞烟灭！他来了，东西也拿出来了，我们还不动吗？让他再往前走2步。李野，你叛宗背师，勾结深渊魔教，自立门户，辱我玄云宗100年基业，桩桩件件，今日一并清算。你以为凭这一座破城就能挡得住镇魔印一击？李野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跪下来，把你修的邪术、勾结的深渊的罪行一项一项交代清楚，否则天命宗今日就从修真界抹去。他灵力还在场，镇魔印在吸他的修为功能，这种打法等于拿命换一击，他疯了！去死吧！李野，看清楚了吗？这就是镇魔印全力一击，你拿什么挡？需要挡吗？好用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忘了给你说，我就是春意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会修复法宝？你花5000万灵石修的镇魔印，是我亲手埋的后门。强者不杀，不强者灭。今日我不杀你，你自己回去等死吧。抬走吧。
师尊，弟子来了。琉璃，你来了，他们都走了，大殿空了，为师身边就剩你一个人了。师尊别说了，您伤得太重了，弟子给您熬了药，先把药喝了。你比他们有心。老东西可不能死，你还有大用呢。来，师尊，师尊，喝药了，亲手熬的，温的，不烫。好苦，琉璃，这药比以前的都苦。良药苦口，师尊，苦一点才见效快。琉璃，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是好孩子，为师这辈子没有看错人。弟子当然会好好照顾你。哟，还活着呢！听说你师尊被李野当众击碎了本命法宝，这会儿怕是爬都爬不起来了吧？堂堂宗主混成这副模样，他还有一口气。灵根碎的差不多了，经脉断了大半，底子还在，但恢复很慢。谁让你等他恢复了？你脑子没坏吧？就让他躺着，每天喂点药吊着，别死也别好。等他只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再收，吞起来最干净，反噬最响，明白吗？知道了。玄云宗大殿的监控传回画面了，纯琉璃今夜进了玄清子的殿，为了药才走。为什么要？看不出来，画面里只有碗和药渣，成分要人颈来看才能确定。从动作看，像是压制灵力恢复的。让他喂。不管。他选的路他自己走完，我们负责收网就行。他吞了玄清子，就等于把自己送上路了，不用我们动手。玄云宗这20年来的账册，前15年的很清楚，灵石去哪儿，买了什么，谁签的字，一笔一笔都记着。但从第6年开始，账册上多了一类台项，没有货物名称，没有经手人，只有灵石数和一个地名，一条一条对过去，总数占玄云宗这些年总支出的30%以上。30%灵石不知道花到哪儿去了。玄清子自己的账也能做成这样，是故意做成这样的。这些只写地名的项目，每一笔的日期都卡在月底，灵石都是整数，这是定期划破，不是零采购。这上面列的药材是往北面送的，年份和账册上的定期划拨日期对得上。这些药材不是治伤用的，是拿来养需要消耗大量草药的活物。玄云宗表面是正道，背地里一直在给深渊供货，药材、灵石通过这账册上的路线送到北面。玄清子可能不知道他下面的人在干什么，也可能知道，但装作不知道。不管哪种情况，这条线是明确的。所以玄云宗跟深渊根本就是一家，一个正门，一个后院。他下面的人干这种事，他会不知道？知道和阻止是两回事。他未必知道去哪儿了，也可能他不敢知道。这种事一旦往下查，查出来的东西他扛不住。这些药材大部分是麻药和腐化药剂，深渊不是在养什么活物，他们在造的东西需要大量草药维持活性，他们在批量制造什么东西？半妖？不止，账册上的供药量和这个地址的接收能力对得上。账上的日期停在上个月，不管他们出了什么变故，断了货的结果只有一个：深渊缺东西，下一步一定会出来抢。李姐，北面有动静，发现大批来历不明的车队往安源城方向去了，数量不少，看行进速度是急运。急运，他们抢在前面了。收网。车队过来了，方向对得上。麻袋里不是物资，是半药，活的。回潭镇只能覆盖前2/3，后面几辆会漏，需要有人从后面截断。我过去，毒气10宵内让他们丧失行动能力，不会发出声响。不对，他们不是来劫物资的。什么意思？集运物资不会带活半妖，不会走这种半路不路的路线，他们走得太整齐了。
一步都没偏离过这条线，像是在引诱谁。引谁？引他。所以这批人知道我在这里。你刚才说他们在引路，那诱饵是什么？是我，他们知道我会来劫这批货。进阵了，清不清场？随便处置。他说安元城在准备最后一次大动作，需要大量高阶半妖本源。他们已知的最高阶半妖是我。他们在准备最后一次冲刺，目标是你。你觉得你是什么？饵？你不是饵，他们才是诱饵，我们是猎人。深渊车队全灭。俘虏口中问不出具体位置，每个人都是碎片，拼起来落点还是这个红点。安元城在最北面冻土边缘，只有一条峡谷能进去，两边悬崖，中间没有岔道，正面打就是往漏斗里送人。所以他们选这个地方，就是让人只能从正面进去。正面打不是不行，但我们要先拆掉他们的外围供应线。俘虏说的大动作和账册上的供药日期停过上个月，这两件事对得上。也就是说，他们那边断粮了，缺的东西还没补上，所以深渊一定会再派人出来抢。我们不用等他们上门，我们来定地方。明月里，你看这条路线，落魂谷往北的峡谷口，地形收窄，两边有高地，适合设伏。如果深渊下一批人出来，大概率会走这里。设伏的话，2翼能收住，中间留一条缝让他们进，进来就封口。这个地形可以布3层回弹阵，前锋进来之后，第1层从后方切断退路，第2层侧向压缩空间，第3层收口，落地就能完成合围，不需要额外追堵。我来当前锋，他们想要高阶半妖的血肉，我出现在那里，他们就会扑过来。深渊想要的东西是你们的，这句话从第一天我们就清楚。现在他们有行动，我们有准备，那就对着来。范玉怀，落魂谷往北的峡谷口什么时候能布好回弹阵？玄铁阵盘够用，气温不影响回弹阵运转，后天可以落地。毒瘴配合你的回弹阵，外层封路，内前收口，腐化型的，物状接触护罩可渗透。3天后，天命宗出人到落魂谷峡谷口。深渊的人只要从那条路上过，就进得来出不去。积分清零，宿主已彻底失去本气运庇护，请告代寻找高能力源进行吞噬续命，否则执行物理格式化。高能灵力源去哪里？高能灵力源，夜幽木和江之力已经废了，根本吸不出一丝气运。对，还有师尊，他是大成期，哪怕重伤，体内的残留灵力也足够让我保住这条命。琉璃，大殿上的事儿，为师知道你被陷害的。等为师养好伤，我们重整玄云宗。重整玄云宗？老东西，你连爬都爬不起来了，还拿什么重整？你叫我什么？我是你师尊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当然是借你的修为一用。你不是最疼我吗？不是愿意为了我倾尽宗门资源吗？现在就把它你全都贡献给我吧！啊！毒妇，你竟敢吸我的修为！我瞎了眼，你才是真正的魔障啊！玄云宗已经完了，我绝不会就这么认输。纯灵灵带着玄云宗的丧家狗和你手里的神器来深渊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我们首领很乐意赐予你真正的黑暗力量，帮你们一起复仇。李野，天命宗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我纯琉璃从地狱爬回来的时候，就是你们的死期。怪物残骸基因已解析完毕。深渊组织是在运转一座诡异的生物提炼炉，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老二。你体内的上古九尾狐血脉，正是他们志在必得的提炼核心药引，难怪他们一直要活捉二师兄。我曾以为装疯卖傻就能苟活，但深渊这群恶徒根本不留半点活路。师尊，我不想再躲了。很好，那准备一下，带上家伙去会会深渊。
哈哈哈哈哈！我还以为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原来是天命宗的4个小鬼。没有你们师尊护着，也敢闯深渊的地盘。没有师尊，照样把你们夷为平地。老四，阵法已成，可以清场了。回坛阵旗。旁门左道，不堪一击。老二，最后一击交给你终结。不是做梦都想抽干我的血脉炼丹，那就睁大眼睛看清楚，什么是上古妖族之怒！不可能，我们是完美的作品。外围没有动静了，应该没有第二批。据点头领打爆了，阵也清完了。这批半妖和落魂谷那批不一样，内部的阵纹、截护阵纹嵌入方式变了，不是同一代技术。师尊还没到吗？到了，北面过来的。阵盘还能用吗？够用。这张符还留着干什么？还能用。据点端了，安源城那边很快就会知道消息，他们不会派人来查看，会直接收缩防线。我们早到1天，他们就能多留一道没关的门。走了。后面有东西，速度比我们快。多远？300步左右。匀速，方向和我们一致，不像是出来寻的，是冲着我们来的。一个人。前面有合适的地形吗？再往前走一段，有一片碎石坡，坡度平缓不陡。是追我的，冲血脉来的。那就继续走，让他觉得你没发现他。速度和方向很稳定，他的追踪比你们想象中更精确。峡谷口快到了。峡谷有多深？从入口到出口，正常速度大概走1炷香。两侧石壁收窄，中间没有岔路，走到头才能看到出口方向的情况。峡谷里面没有动静，空的。两侧石壁没有能藏人的结构。令牌埋在这里的时间不短，但最近有人动过这个位置，是明家的封印，处置标记的刻法。我小时候在家族卷宗里见过同样的手法，处置的对象是狐族。这枚令牌埋了不止10年，但它边缘有一道痕迹，断口是新鲜的，大概3个月内留下的。令牌刻痕也氧化了，和背面的磨损程度一样，埋的时间比我们想象中更长，但3个月内有人来过，把它重新埋回碎石堆里。有人比我们先到，翻过这里，然后把东西放回去了。出口快到了，风里有尘土，城墙表面有阵纹残留，覆盖范围是整个墙面，不是局部。从痕迹的深度来看，是长期维持运转的，不是临时布置的。城墙底下的冻土没有结霜，颜色不对，墙体底部在散热，不是冻土自然该有的样子。门框两边没有断裂痕迹，不是外力打开的，是主动打开的。
墙体内侧有固定用的凹槽，间距一致，不是加固用的，是架设用的。这面墙以前挂过东西，标签上的地名和材质和玄云宗账册上那些不明来源的记录对得上，这笔账没算错。供了多久？从标签的编号序列看，至少10年以上。编号是连续的，按年份编的，中断说明账册上的记录对得上。其他的都停了，只有这一排还在动。叶箱底部的阵纹还在运转，没有被切断。不是没来得及关，是留着等什么东西完成。你们来的比我预想的慢了一步，不过门我给你们留着了，进来吧。不是给我们留的，是你自己出不去了。那你觉得你们能进来，就一定能出去吗？他在的地方就是出口，他没挡住门，他挡的是自己。你本来该是我的造化血丹的核心药引，从你出生那天就写进书里了。写给你的又怎样？我没翻过那本书，不认。你的血脉从一开始就不是你自己的，至少现在是我的。你说完了吗？脚下锁住了，地面阵纹已经接入。他推到底了，封他两侧。堵住了。就你们4个，以为能拦住我？我的符灵力接不上了。他用的不是灵力，就凭你们也敢和天道对抗？你们的运行轨迹已经偏移轨迹，需要抹除。雷殿里面有东西，有人。这个世界的秩序正在偏移，你们4个是偏移的中心点，准备抹除。 4人已不在预置路径上，清除。我要专门给你创剑谱，只属于你的剑谱。别乱涂瓜子皮，昨天刚扫过。放心，保证不乱涂。闭嘴，忍着！我现在用5行逆转帮你重塑经脉。阎王敢从我的数据库里抢人，也得问问我答应不答应。契约毁了，你自由了。想继续在这里当戏子，还是跟我回去做天命宗的4弟子，自己选。你又在耍什么把戏？你这种自私自利的废物，会舍得花钱赎我？我们在他面前没有一点抵抗之力。 10期内偏差抹杀完成。断了，被他断的。他怎么能在这方世界不受规则压制？为什么？ 他来了。规则外的变量跳过清除，
先执行规则内目标，重新执行清楚。图又来了，绕过去了。绕过我？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你绕过我的时候，我也可以打你。师傅居然把他击退了！为什么不受限天道规则？难道你不属于这个世界？他说他不属于这个世界，那他是什么？我当然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是比这个世界更早的存在。师傅！是否竭尽全力，世界就不同？怎样呐喊能冲破绝望？怎样撕开迷雾的罗网？让这天地之间再无人阻挡。这层壳你拆得挺干净的，省了我自己拖的功夫。红殿拦不住他。你试完了吗？试完了就轮到我。时空法则无效，坐标锁定无效，因果序列无效，位置追踪失败，我竟然无法定位你。他真的……你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你到底是哪里来的？他说你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我是比这个世界更高维度的存在，我本不想干预这方世界，但你要抹杀我的徒弟。他是为了我们。样子虽然变了，但护犊子的性格没变，他依然是我们那个师傅。空间法则，挪移出我方世界。都说了不要在更高等文明面前玩法则，法则不是这样玩的。找到了，抹除。规则修正程序已激活，规则修复进度已完成，天道秩序正常。结束啦，崽子们！我以为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好啦，以后都不会有事了。那个天道以后还会降临吗？我也想问。我已经抹除了你们在这方世界的所有记录，以后你们已经独立于天天道之外。所以我们是不是不会死了？师傅，那你是不是已经很老了？你再说一遍，谁老？天命宗诛灭深渊，修真界已有数百年未见此功。我宗宗主托我向宗主致贺。使者客气了，坐。深渊平定之后，
各方宗门都看到了天命宗的实力，修真界各方宗门已有诸次私下交谈，认为天命宗可以名正言顺的以天命王朝自称。天命王朝，若天命宗有此意向，各方宗门愿意朝礼相待。我不做，让这4个小兔崽子做吧。对了，以后没事别来打扰我，我过退休生活去了。师尊，咱们天命宗现在已经是修真界万宗来朝的第一仙门帝国了。如今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已登顶修真界的天花板。谁能想到，当初万人唾弃的无城堂废柴们，如今竟成了手握最强仙门的大赢家。那些大宗门的长老看到我们，哪个不是毕恭毕敬的？咱们天命宗在修真界简直横着走。行了，少在这嘚瑟。既然你们都已经独当一面，那我这把生锈的骨头也该功成身退了。这偌大的仙门帝国，以后就交给你们全权打理。师尊，这就要退居幕后了吗？你不能不在啊！谁说我不在？我只是搬回这旧院子住罢了。有你们4个天花板在这镇着，哪个不长眼的敢来闹事？真出了问题，再来邀人。师尊说的对，那旧院子的恒温阵法我已经重新升级过了，保证您住的比主殿还舒服100倍。这还差不多，记住了，别动不动就拿琐事烦我。那怎么行？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小爷我每天要去给师尊端茶倒水，谁敢拦着我给师尊尽孝，我就拿极品雷火符炸他满门。检测到宿主完成所有主线逆袭任务，退休养老模式已为您启动，祝您度假愉快。